开始上妆之前，因为像最近出去玩，大概外面都是大太阳这种天气，所以呢，在画粉底之前，我都会先上防晒。那最近比较爱用的防晒是这一个，我把它简单点在脸上，然后擦开就好了。那记得就是防晒用的量一定要够，不然有上跟没上是差不多的。大概都要上5到10块钱硬币的这个量，就不要想说为了省防晒，所以薄薄的擦，还是要擦到足够的量才行。那粉底我会先用这一款，那我今天用到2个颜色，那我会用2个颜色把它调在一起。在上妆的时候，我都会从脸的正中间开始，就是脸的正中间就是这个倒三角形，因为这中间是人家看你最常会看到的地方。那加上你所有的痘痘粉刺，大概都会是这中间会比较多，就需要遮瑕的大概就是这个中间。好，再来呢是用遮瑕膏，遮瑕膏就是我很爱用的这一款，这个是 CanMake 的遮瑕膏，我已经爱用到它上面的字都磨掉了。那一样呢，就放在这个调色盘上面，这样子就不会把手弄脏。虽然我现在手非常脏，因为我早上上课，然后在手上示范了一些东西，所以把手画的有点脏，还没有去洗手。如果是出油的话，当然是希望脸上不要脱妆，那所以遮瑕膏的量就要用的很精准，如果用的太厚的话，就会更有脱妆的风险。那我就会针对我的黑眼圈，因为我的黑眼圈最近比较严重。上好之后，一样用个海绵把刚刚上的遮瑕膏稍微推开，那记得在原地点开就可以了，这样才不会把遮瑕膏又推掉。那我来说一下为什么很喜欢这一款遮瑕膏，因为它跟很多粉底都很合。有些遮瑕膏因为它的质地比较厚，所以在擦在其他粉底上面的时候会有就是糊在一起的这种情况。那我觉得这款遮瑕膏它不但跟其他粉底很合以外，它也是算是很持妆、不太容易掉的这种遮瑕膏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款。那另外如果有鼻翼泛红的问题，就也可以稍微遮一下。针对嘴角啊、鼻翼泛红这几个地方，我简单遮一下。但是我这些问题没有很严重，现在脸上最严重的应该就是黑眼圈的问题。那接下来要来定妆，那定妆的话呢，今天用的是这一个，那我就简单用刷子来沾取。那如果用刷子定妆的话，记得一开始用点拍的，不要从头到尾都刷，不然会把你的底妆给刷糊掉。所以一开始粉沾上去以后，用点拍的方式。大概都觉得拍完之后呢，再用刷子清扫，把多的粉刷掉，然后顺便刷到你的脸颊两侧发际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来上眼影，今天的眼影呢用的是这个，那我会用这一款是因为呢这一款的质地都是比较像是霜状的，所以我觉得它比较不会脱妆。好，那首先呢我会用这个，它是一个珠光肤金色，画起来有点若有似无的感觉，但是会让眼睛看起来比较干净。好，那首先就用刷具沾取这个肤金色，然后画在上眼皮的部分，整个上眼皮我都会带到，让眼皮看起来比较干净，然后很透明感。那第二个呢，我就会用刚刚示范的这个雾面棕色，大胆的从黑眼珠外侧部分点下去。然后我只要画在眼角就好了，勾勒出眼角的这个范围。再来下眼影的部分我也会画，那我就会直接用它的海绵棒，用侧边沾取一点点之后画在下眼影。因为海绵棒画出来颜色会比较饱和，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海绵棒拿来可能用不到就把它丢掉了。其实有时候我很喜欢拿海绵棒来画下眼影，因为这样子颜色饱和，看起来也不会脏脏的。最后一个要用的是这一个。这个是有点带亮片的深灰色，那再来我会沾取这个，画在上眼影眼角的部分，叠在刚刚卡其色的色块里面，那个范围叠一点点就好了，不要多。大概是这个样子，今天眼影画的很简单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眼线的部分。今天用的眼线是这一支手龙影的眼线胶笔，先把睫毛根部都画上。
会选这款当做眼线笔呢，是因为它非常的不晕，那而且眼线笔也比较可以防画错，因为它不像眼线液的线条那么锐利，所以就算有一点画错什么的，也看不是很清楚。再把眼线笔拉出去就好了。好，画完眼线之后呢，我会用上这种比较防水抗油的眼线液笔。我会特别画在睫毛根部的地方，因为刚刚外层用的是咖啡色的眼线，可是如果内层再用一层黑色的话，会让整个眼睛看起来比较深邃。用眼线液的话，也比较可以防止它脱妆。所以如果你手上有一些眼线笔很想用，可是又怕脱妆的话，可以在里面叠一层你绝不会脱妆的眼线液。这个是我从高中就一直会使用的方法。好了之后呢，就来处理睫毛。那睫毛膏用的是一样是 Kiss Me 的这款，对我来讲非常的不晕染，而且很好用。好，首先就把睫毛夹翘。那出油玩的话呢，我就不会用到假睫毛了。用假睫毛如果出去玩飞起来的话非常麻烦，所以我会就直接刷睫毛。好了之后就来画眉毛，眉笔呢一样用到的是这一支，我大概万年都是用这一支，可是它已经停产了，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，我一时还找不到它的替代品，他们家新出的眉笔也不是我想要的，所以噔噔，只好先用再说了。我手上应该还有个2-3支囤货。那今天画的眉毛一样是偏平，可是有角度的。画完眉毛的轮廓之后呢，用这一块雾面的咖啡色来当做眉粉使用。那我会把这个眉毛的颜色给补齐。好，再来，因为我最近染了一头有点橘橘红红的头发，所以在画眉毛的时候，我也很喜欢把眉毛加一点点红色的感觉。那我会用就是随便手上一个有点偏红的眼影。那不要整条眉毛都画成红红的，人家会觉得你有事吗？就是画一点点在眉毛的中间，让它有点若有似无的就好了。好了之后，就来用染眉膏。染眉膏呢，就是同一个系列 Heavy Rotation 的，我真的太爱他们家的眼妆产品了，只是真的很可惜它的眉笔停产。眉膏就顺顺的把眉毛顺着眉流染好就好了，让它不要跟你的发色落差太大，有眉毛看起来就会比较有精神。那再来进入今日的重头戏，就是噔噔腮红。今天呢会用2个颜色的腮红，第一个颜色用到的是这个 Elon Musk 的，它是牛奶粉色的这种腮红，可以称它牛奶粉，或是称呼它 Baby Pink 都可以。总之呢，就是这一款非常粉嫩嫩色系的腮红。那我会用个腮红刷沾一下之后，从我的眼睛下方开始点上去，再来大范围的左右来回这样子挥一下，让它大范围的被刷开，可以带一点八字的这样绕也 OK， 不要太害怕，大范围的刷开。那接下来呢，第2个我会用到腮上的这一块，它有2种，看你要浅的橘、深的橘，或者是2种混在一起都 OK。那2种我都试色一下，我的手快没空间了，我试色在这边，它一个浅的橘，一个深的橘。那我就刚好用它里面这个扁扁的刷子，因为我只要刷在我刚刚粉红色、牛奶粉红色这个腮红的最上方，靠近眼下的地方。那再来呢，我会拿这个剩下刷子上的颜色，简单的带过你的鼻子，这样子就会有一股很像是晒伤的这种感觉。今天修容要用一样是这个 Can Make 的小颜粉饼。那我要做的修容不会做的太多，因为脸上的这个重点已经很明显了，所以我就只是简单的把腮帮子修容修一下，让脸比较立体感而已。唇膏呢会用到这一支媚雅的7号色。好，那在上的时候呢，我会先用唇刷，简单的随意的在嘴唇内侧刷上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会用一个类似像是变色护唇膏的这种质地，就可以看到它转出来是透明的，可是它实际擦上去之后，
碰到体温，它就会转成粉红色的。那因为这一支其实平常都是我自己在用，就不用再用唇刷了，就会涂在刚刚那个媚雅那一支橘红色的外围，让它像腮红一样，营造一种里面是橘红色，外面是粉红色的感觉。好，今天这个很适合出游玩的，有点像是晒伤妆，但是又不容易脱妆的妆容就完成喽。